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呢？答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不够专注，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平时都是被动的，在被别的事物所吸引和调动，很少有时候是主动去注意的。注意力的焦点大部分时间不在我们的掌管中，一旦当我们的注意力开始变得有意识了，开始变得主动了，它才有可能会具有一种更高级的功能，那就是可以让你感知到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发生的事。这些就是更加接近规律、接近真相的真实发生。因为在更高层面上的能量振动有着不同的波长，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够主动、不够有意识，那你是完全感知不到的。如果我们的反应发生在较低的层面，那我们接收到的东西也一定是低层次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够主动和有意识，那么我们往往就会被很多低层次的振动的波长所吸引而做出反应，然后你就朝那儿去了，你看到的就都是那个层次的东西。吸引力法则说的就是这个。那些有惊人创造力或者有伟大成就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比我们专注。他们平时的注意力都更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主动掌管自己注意力的焦点。我们之前说过，任何不以专注力和定力的提升为基本核心的修行体系呢，最终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就无法让我们把修行的真谛去关照和落实到生活当中去，因此也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实修。这样你所学到的东西呢，最后就只能又成为了你头脑当中的认知，对于自己的内在提升实际上毫无意义。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从思维中剥离，保持正念，对我们的起心动念和负面情绪都时刻进行如不动的定守和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很强大、很坚定的信念，才可以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因为认同于思维，认同于情绪，这才是符合习惯的，这才是容易的，这才是你的舒适圈。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动的受苦，被动的受折磨，习惯了这种无意识的机械化反应。你的小我们会拼命地守住这些虚假的你，因为当你不再认同他们以后，他们就消失了，所以才会很难坚持下去。但是这就是修行的本质所在。如果我们平时只是在持戒、放生、念经、打坐等等，这些看起来特别像修行的事上去下功夫，而脱离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具体事情上去磨自己的心性，去验证自己的本自具足，以及在起心动念和业力惯性的作用之下的修炼定守、提炼专注力，那么我们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和自由意志的提升呢，就是十分困难的。这个强大的惯性系统，就是靠着不断汲取我们的专注力，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和原料，从而进一步霸占我们的肉人的控制权的。这就是它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你和一直都想吃掉你的系统之间的零和博弈，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游戏。我们和它之间争夺的核心资源，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的专注力被那边吸走的越多，我们就越弱，对方就越强越疯狂。相反，如果我们的定力足够强，内在能量的自由度足够大，可以守住的专注力越多，以及我们平时通过实修重新提炼起来的专注力越多，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会越强大，我们就越自由。自由意志强了，自然就可以拎起更多的觉知，也就是我们的良知就会越光明。这就像孔子讲的，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还有一些体系里呢，干脆就叫做人性和兽性。总之，它们就是我们内在的两股能量，
都在争夺肉人的控制权，都在争夺我们的专注力。一边多了，另一边就会少。如果当下我们失去了觉知，专注力都被系统吸走了，那么肉人就成了断线的风筝，君子和人性都消失了，剩下的就都是小人和兽性的这一面。那我们能不妄为，能不造作吗？我们经常说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如果想要真正的去实现这句话，那就必须要时时刻刻都守住自己的专注力，不被吃掉，这样才能保证那个真正的自己的存在，这才是一切的大前提。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专注力就是一切世间法的基石。如果没有专注力，那你什么也干不成，你觉也睡不好，学习和工作也好不了，恋爱你也谈不好，人际关系也会很糟糕。再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想盖一栋房子，那么专注力就是组成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砖。想要有房子，你就得先搬砖，等有了足够的砖，然后我们再把它垒起来，才有可能有了墙。而这些墙呢，就是我们的觉知力和定力。等墙一面面地盖起来了，慢慢的才会有屋子和房子。房子就是我们的觉知，这个垒房子的过程，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就是我们修行和自我提升的过程。不过很可惜，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能把这个房子给盖起来，因为他们连砖都没有。虽然修行的路径和体系有很多，讲修行的老师有很多，但是大家记住，一切不以提炼专注力作为基础的修行都不究竟，都不是真正的修行。至于我们修行的成果，也绝对不是你只通过听听课、看看书，或者自己简单的去体验了几天就可以看得到的。你当时学习了以后觉得通透了，觉得情绪稳定了，但是可能过2天，在一些事情和情境之下你又崩溃了，因为你当时情绪和感觉的好坏，并不是检验你实修成果的标准。你的定力和专注力到底有没有提升，这才是你修行成果的最好体现。定力、专注力、觉察力都提升了，你自然时刻会提起觉知，自然会越来越安住于当下，不被思维和情绪带走。那你的内心不就会越来越平和和喜悦了吗？你看那些修行有成果的人，是不是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你的修行，最终一定都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的，否则修行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你的日常生活环境，本身就是你最完美的修行道场，因为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而且你现实的生活越苦，越是逆境，越是在遭受打击和磨难，就越说明你需要在这上面修行和提升。这就是你修行提升的大好时机。你哪里总是出问题，哪里总是反复的让你痛苦，哪里总是在受折磨，哪里就是你的功课。不断的在逆境和无常当中修炼和提升自己的定力和专注力，时刻提起觉知，坚定地向内回归，这永远都是修行唯一正确的方向。明白了吗？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很好的提炼我们专注力的方法，那就是去全然专注地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在这里呢，大家都普遍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自己一定要先找到或者培养一个爱好和兴趣，然后再在这个爱好的范围里去找到一件事，再专心地把它做好。但其实我们给搞反了。我们如果可以做到真正的放下头脑，认真专注地去做一件事，那么很可能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竟然开始对这件事情产生了热爱和兴趣。哪怕是我们平时无法静下心来去全然投入的学习和工作，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杂事，比如浇花、喂鱼、收拾家务、看书、运动等等这些很平常的事情，其实都一样。真实情况是，只要我们可以做到专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我们热爱起来。你之所以干什么都烦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专注力，你无法全然地去感受和体验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你只是在应付它而已。而这时候你要做的呢，是需要在众多你所热爱的事情当中呢，找到一个自己最热爱的，最好还能同时成就和帮助别人的事情，然后去长期专注地做下去就好了。往往你会在自己全情投入之后，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甚至很有可能因此而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天命事业。之所以我们以前发现不了、感受不到，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干着这个事，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去热爱我们手头上当下正在做的事情的，并且对它产生兴趣。而做事情最高的境界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的觉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我当下应该做并且必须做的，那么我就以正念的心法，要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全然地去感受和它相关的每一个细节，头脑中没有其他任何的杂念，大脑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帮我们思考如何完成做好这件事情的步骤。所谓当下无即事，当下无他事，就是这个道理。而这样呢，你也很容易就会进入到所谓的心流状态。所以不是我们在心乱如麻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个兴趣爱好，而是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内在安静下来，让我们擅长的、感兴趣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呈现。除此之外呢，一个真正的爱好，也一定是要拿掉和别人的攀比。你要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哪怕是你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完全沉浸其中，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上去。这样的爱好才是真正的爱好。我们要找到这样的爱好或者事业，让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孤独，并且不断地在这件事情上去滋养和提炼自己的专注力。为什么说很多高人都喜欢独处呢？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并且拥有了真正的让自己偏爱和全然去投入的事情了。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